人行千里路，胜读十年书。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今天呢，我又来到了湘西的大山顶上。刚刚无意之中发现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地方。这是一个非常平整的一块高地，在高地之上呢，有10多户人家，过着与世隔绝般的生活。这里的环境真的太好，我就把车停下来。现在朋友们呢，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走进寨子去看一看。我们是从那条马路把车开进来的，这边好像没有停车的位置，只能把车停在这个岔路口。这边啊也没有车子出去的，非常的偏僻，在大山顶上了。这边好像只有10多户人家，而且都是这样子，大门紧闭的。寨子里面好像人并不多。这边呢，右手边就是非常深的一个峡谷，对面呢就是悬崖峭壁。在这大山顶上修了那么10多座房子，应该啊也是比较古老的寨子了。这边有很多竹子，在湘西这种竹子叫做楠竹，在它的地底下有很多冬笋，好像没人挖过，表面的土层都没有挖过的痕迹。这条狗对我的慕名前来一直在叫呢，我也不敢靠近。当地人养了很多土鸡啊，真的是意想不到，大山顶上居然还有稻田，这里面还种着稻谷的。山顶上它的水到底从何而来呢？这个位置非常的高啊，在大山顶上，下面呢是很深的峡谷，对面呢还有好几座房子，那边是老百姓的菜地。其实山里面的环境还是挺好的，我感觉啊，这里面肯定有一些空置的房子。我想到寨子里面去问一问这边的人，看有没有一些房子可以出租的，在这边隐居住上那么一段时间，应该是挺不错的。这边有一条机耕道，旁边的土是才刚刚耕的。刚才寨子里面我遇见一位大叔，他告诉我说，这都是他们村里面的土地，现在被外面的人承包了，开年的时候准备在这里种上烟叶，因为他们村实在交通不方便，他们种一些玉米啊什么的很难以收割，人又比较少，年轻人都出去了，寨子里面只剩10多户人，而且都是老人家，所以说这些土啊他们都种不起，只有承包给外地的人来这边种烟。这些庄子以前是种那个瓜篓的，吊瓜，看到吧？那边还有一个干了的。这边进入寨子，我们在这里遇见了一位大叔。大叔，你今年多大了？今年60多了，60多岁了啊，身体还挺好的。你们这个寨子大概有多少户人？有10大几户。10大几户？只有一条马路可以进来哦。对。哦，你们这个现在年轻人都搬出去了吗？年轻没有了，都没有年轻人，都是你们老人留在这里。对，就是老人。寨子上大概还有好多老人在这边。大概有20几个。20几个啊。对。不大开了。我想问一下你，刚才我用那个无人机看了一下，我看你们这个土地啊，非常的宽，非常的平整。这里面现在还种些什么东西吗？要种烟，要种薄荷。种烟、薄荷和种那个百合。对，百合啊。我在想，像这么平整的一块地，如果有人在这边建一个猪场啊，或者什么的，像这个地，如果要租下来，好租吗？他们现在都租完了。现在已经有人在租完了。但是他们是短期的租嘛，不是长期租。短期，他们租了一年一年的租。一年租。像大概1亩地大概租好多钱？400。400。稻田很少，都是土。
对对对，都是土啊。都有点走远，到宝鸡县那边去了。哦，稻田在宝鸡县那边。对。你们这个地方是花园和宝靖的交界处，交界的地方。宝靖交界。交界的地方。那边有一条小河嘛。哦，那边有一条小河。对。哦，刚才我好像看到了那个山下那还有瀑布哦。对。景色还是挺美的。对。这个高地山面都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条路可以进来。对。像这些房子还有人住吗？有啊，这是我住这个房子。就是你们家的房子。我家的。养了鸡。养鸡啊，养狗啊，养蜂吗？养蜂。蜜蜂。还有几桶蜂啊。那个几桶蜂。快到过年的时候就可以采蜂蜜了。过年过世了。是吧？现在换年就开始采发了。换年之后蜜蜂再采发。对。才有蜂蜜。现在它是留着蜜过冬的。现在它也过冬了，没有啦。这样子的啊。寨子里面很多这样的古树，从这里下去就是非常深的峡谷。其实这就是农村的一个生活面貌。大山里面土地非常多，但是耕种的人几乎很少了。刚才那位大叔告诉我说，寨子里面的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，有的有钱的已经把房子建到山下去了。谁还愿意在这样大山顶上生活呢？虽然只有10多户人，但是现在在山上生活的也就那么10多个老人吧。很难想象这样的环境之下他们是如何去生活的。刚才我在开阔的地方航拍了一段，我发现这个高地三面都是悬崖峭壁，只有进村的那一条马路可以开车进来。如果在那里堵上的话，这边下山和上山都是很不方便的。刚才我也问了大叔，我说这块土地大概有多少面积？他告诉我说有200多亩。我突然有个想法，这么平整的一块地，而且周边都是悬崖峭壁，如果把它好好的开花利用，那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呢？如果在这里种植一些经济作物，或者在这里开办一个养殖场，比如说养猪的，是不是很好呢？当然，这只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了。朋友们，如果你们刷到这个视频你们对于这样的土地有一个比较好的想法，比较好开发的一个项目的话，也欢迎你们评论留言。到时候呢，我也会跟着大家的留言，如果这边有一些人看上这片土地的话，也好好的介绍给大家，让这片土地充分的发挥它的用处吧。好了，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，喜欢石头的请记得点个赞，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只遇过失眠，也只遇过离别。转过身的背影，想到还是一样那么清晰。想象过拥有，也想象过失去，却还是忽略了失去后的感觉会让人难以呼吸。想变成你最爱的毛衣，拥抱你，哪怕在原地一起走过四季。想要变成你最美的记忆，
哦，看着你就已经足够我回忆，挥之不去。治愈过失眠，也治愈过离别。转过身的背影，想到还是一样那么清晰。想象过拥有，也想象过失去，却还是忽略了失去后的感觉会那么难以呼吸。想变成你最爱的毛衣，哦，拥抱你，哪怕在原地，一起走过四季，想要变成你最美的记忆。哦，看着你就已经足够我回忆，挥之不去。想变成你最爱的毛衣，哦，拥抱你，哪怕在原地，一起走过四季，想要变成你最美的记忆。哦，看着你就已经足够我回忆，挥之不去。
朋友们，打造一个田园小院真的不容易，我们整整花了差不多4个多月的时间，整个小院已经全部改造好了，你们觉得如何呢？一直以来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，再见了，拜拜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石头。在我身后的山顶之上，看到吧？那个位置啊，有一栋房子，好像有一根小路可以上去，不知道那个房子是用来干嘛的。我要顺着这条小路啊，爬上去看一看这个房子到底现在里面还住着人吗？好了，朋友们，跟着石头的镜头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。这条道路非常的窄哦，只能一人通行啊，看到吧？在农村里面就是这样多的蚊子，小虫子在叫，大城市里面没有的。鸟语花香，到处都是一些小虫子，满山遍野的在叫，环境非常的好。看一下，我们快到了，那里好像是一个山门吧，从这里进去，这里还有一个桌子吧，这个桌子应该是山上捡下来的石头，还有个棋谱。这里放了一些柴，山上捡的。哇，这里的路有点陡啊！我的朋友呢，在飞无人机，可还不来不准飞嘛？啊？支付点钱了。哇，这边就是悬崖绝壁了，大山里面。这里的景色美吧？哇呀，这个路真的陡，看到没有？从这里爬上去啊，就到了，但是这一段是最陡的一段了。看一下，几乎是没有路的。这个石头啊，都是刻意的堆起来，变成了一条路。这应该是最后的一个台阶了，从这里上去应该就是那一座房子。看一下，非常的陡哦。底下的路啊都是这样的一些石块，修了一个简易的一个护栏。这里来一个急转弯哦。可能镜头里面看不出来，我转个角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身后的路啊，有多么陡。这里还有一个门哦，哇！还是挺高的，上面应该是一个亭子，不是一座房子。这边就是大山里面了，四边都是山。这里有一个圆桌，应该平时吃饭之类的，但是这里的院子非常的小哦。大概也就几个平方左右吧。
还有假山，那里还有个水池，上面是一个猕猴嘛，走进去看一看。哎，池子里面好像还有鱼，哎，真的有鱼啊，红色的。这座房子的建造时间应该不是太久，大概也就几十年左右吧。房子比较小，都是这样的一个水泥砖的一个结构。但是主人的话还是比较讲究的，在院子里面养了一些花花草草，还养了一个小小的有个养鱼池子。这边盖的都是一些土瓦，当地烧的土瓦。可以看到这些水泥砖应该是没有多少年才建好的。现在就来到了房子的背后，看到吧？这里也有一个小院子。我们呢就是从那里爬上山的，非常的陡哦。底下是稻田，在那山里面就没人住了。这个位置的风水应该是非常好的。四边呢就是悬崖绝壁。我还特地观察了四周，才发现每个山头之上都有一座亭子，看到吧，朋友们，在那里也有一座亭子，这边呢也有，在背后也有，在那边的山上也有亭子，非常的奇怪哦。难道这个地方是一个什么风水宝地吗？房子里面比较特殊，不方便拍出来，只能为大家展示一下房子的外围，也请大家理解。具体是什么呢？我也不便多说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可能你们会问，这个地方到底在哪里呢？这里呢位于湖南省湘西州保靖县，这个地方叫做金洛河村。有兴趣的朋友你们可以过来看一看。如果朋友们你们的家乡也有这样奇奇怪怪的景色，也有这样奇奇怪怪的房子，也欢迎你们评论留言。石头有机会的话都会去看一看，为大家把这些奇怪的景色给拍出来呈现给大家。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喜欢石头的视频请记得点个赞点个关注，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，拜拜。